恶龙，出来接受正义的审判！这几百年来，同样的戏码真是演不腻。那所谓的公主，真有那么大魅力？暗招绝对毁灭！你们这些勇者前仆后继，死了好几百个。我很好奇，那位所谓的公主，真的有这么吸引人吗？你怎么不说话？哦，抱歉，忘给你解咒了。你这邪恶的巨龙，你根本不懂泰拉帝国的阿尔比安公主，她的美丽是无与伦比的。只要能赢得公主的青睐，屠龙算得了什么？这是无上的荣耀。听起来不错，反正待在这里也是被打扰，我打算亲自去看看了。这些东西也要带上。怪物，你把公主的财宝还来！现在，这是我的合法所得。您是不是传说里住在森林深处的大法师？干嘛，人类小孩？若你所指的是能运用非凡力量之人，那应该就是吧。太好了，大法师先生，求求您救救我妈妈！求求您救救我妈妈！她病得好重，求求您救救我妈妈！小孩，别拉我，衣服很贵的。妈妈，我找到森林里的大法师了，他一定能治好你。大法师先生，您能救他，对吗？很容易，就像拍掉身上的灰尘一样。但是我走在路上，你突然冲出来，要求我救治一个与我毫无关系的濒死人类。告诉我，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她是我的妈妈，她病了，她很痛苦。她的痛苦与你有关，但你的请求与我何干？什么都可以给你，让我当你的奴隶也行。奴隶？哼，小子，看看你这细胳膊细腿，能替我拿动什么？我要你这么个废物奴隶，还要每天浪费粮食。不过，看在你这句话把我逗上了的份上，我们来做笔交易吧。我不需要奴隶，你回答我几个问题，给我想要的情报，作为报酬，我就治好他，如何？我愿意，我什么都说。
第一个问题，这里是哪里？这里是鸢尾帝国边境的实习村。鸢尾帝国，不是特拉帝国。是鸢尾帝国，特拉帝国在山的另一边，很远很远。第二个问题，你们鸢尾帝国有公主吗？有，是我们鸢蚁帝国的圣女雅努斯公主殿下。她很美，头发像冰晶一样的蓝色，眼睛比湖水还要蓝。而且公主殿下很善良，虽然总是战战兢兢的让人担心，但她总是优先为别人着想。她不像别的公主只待在城堡里，她会去城里看望平民。战战兢兢，优先为别人着想，听起来比那个泰拉公主有意思多了。最后一个问题，地图在哪里？大人，这里就是王都白银城。村长爷爷说，公主殿下就住在那里最大的城堡里。不过，听说她马上就要被迫联姻了。很好，交易完成。谢谢您，谢谢大法师先生。联姻，我的战利品，谁敢染指？雅努斯，我亲爱的未婚妻，联姻仪式不过是走个过场，你又何必总是对我如此冷淡？不要碰我，二王子，我们还没有举行仪式。好吧，就让你再任性几天，反正再过几天你就是我的玩物了，到时候希望你还能保持这份高傲。仁慈的女神啊，求求你派一位真正的王子来吧，一位正直、勇敢、尊重我的王子，带我离开这里。冰蓝色的头发，湛蓝的眼睛，长得确实比泰拉帝国那个顺眼多了，像只受惊的小动物。你是谁？你是怎么穿过王室结界的？你是来救我的王子吗？很遗憾，你刚刚的祈祷确实被听到了，但回应你的不是骑着白马的虚伪王子，而是传闻中毁灭过王国的恶龙。听清楚了，这场无聊的联姻取消了。从现在起，你雅努斯只是我尼德霍兹的专属战利品。拿着它，记住，除了我，没有人有资格决定你的命运。
我不再是任人摆布的筹码，我的命运只由那个带来恐惧的男人掌控。雅努斯殿下，联姻大典即将在中央广场举行，陛下吩咐，请您立刻更衣。阿尔王子已经在外面等候多时了。放下吧，告诉阿尔王子，让他多享受一下这最后的得意时光。是，殿下。这位尊贵的客人，欢迎来到皮尔斯万娘铺。您需要点什么？我这里可是全城货品最全的。一份最新、最详细的大陆全貌地图。好嘞，大陆全貌高级羊皮卷地图，成柜10枚银元体币或者1枚普通金币。这纯度，这魔力波动，这是湮灭在历史长河中的远古泰拉皇室紫金币。我的老天爷，这1枚的价值足以买下我半个店铺。大人，这金币太贵重了，我这小店根本找不开啊！您有没有普通的货币？麻烦。全换了，按你这儿的规矩。全换？大人，您这是把一座古国宝库搬来了吗？大人，这是本店所有的现金储备。另外，我还补给您一张白银城钱庄的顶级部注明本票，您清点一下。不用找了，那些破铜烂铁赏你了。呸！什么狗屁两国联姻？你们还真以为德里王国是好心来结盟的？嘘，你小点声，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内幕？内幕大了，我表哥在边境守备军，根本没有什么恶龙要袭击我们鸢尾。全都是德里王国故意散布的恐吓情报。什么？他们故意切断了我们的边境商路，散播恐慌，就是为了逼迫国王把亚努斯公主嫁给那个声名狼藉的阿尔王子。这不仅是骗婚，更是要借机彻底吞并我们的经济命脉，太卑鄙了！竟然敢借着那头传说中毁灭王国的恶龙尼德霍格的名义招摇撞骗。借我的名号，逼婚我的战利品。德里王国，蝼蚁一般的存在，也敢触碰真龙的逆鳞，准备迎接真正的毁灭吧！哼，别摆出这副死人脸，亚努斯。看看这周围，你们国家的命脉都在我手里，乖乖配合，今晚我或许会温柔点儿。别碰我，你不配！贱人，你真以为你还有选择的余地？来人，按住他，强行完成仪式。
你是什么怪物？杀了他！卫队，给我杀了他！借着我尼德霍格的名号，编造恶龙袭击的谎言，来威胁我看上的女人，德利王国的废物，你们的胆子很大。听说你们准备了足以买下半个冤灵的聘礼。不，这不可能！桑德斯大法师，杀了他！快杀了他！就凭这种垃圾，也想与神抗衡？是禁咒，是德利国足以毁灭城池的禁阵末日流星，他疯了吗？在这里释放禁咒，整个广场的人都会被烧成灰烬的！救命啊！死吧，全都给我死！能死在护国法师的最强一击下，是你们这些怨灵国废物的荣幸！只要杀了你这个装神弄怪的怪物，亚努斯就还是我的，谁也别想抢走！霍格先生，小心！就凭这种烟花，给我碎！不，这绝不可能！就这点程度的魔力，连给我鳞片抛光都不够。人类真是越活越倒退了。德雷国的蝼蚁，竖起你们的耳朵听好了，你们口中阻断商路的魔物，不过是我沉睡时无意识外溢的一点点魔力，是那些打着正义旗号、贪婪无毒的所谓勇者，带着他们肮脏的杀气和复杂的魔力，扰动了我的安眠，才形成了那片扭曲的魔力场。而你们竟然敢借着我尼德霍格的名号编造谎言，来要挟我看上的女人！这场可笑的政治联姻，从这一刻起，原伟帝国的雅努斯公主彻底归我所有，她是我的专属战利品。不，她是我的。小公主，准备好和恶龙私奔了吗？我准备好了。很好，抓紧了。怎么样，小公主，没被吓得尿裤子吧？我才没有，而且谢谢您，霍格先生。哼，先别急着谢，作为我的战利品，你总不能连件换洗的衣服都没有。我们要回去，可是王宫现在肯定……直接传送呗，去过的地方瞬间抵达。你们人类这几百年怎么越活越倒退，连这种基础的空间法术都失传了？霍格先生，您真的不是来杀我的吗？杀你？我费了这么大劲把整个广场砸了，难道是为了带具尸体回去当收藏品吗？而且你看起来太虚弱了，市井传言你是个爱护子民的好公主，看来是真的。为了那群贪婪的贵族，你连饭都不吃？因为我原本以为只要我牺牲自己，就能换来边境的和平与药材。天真，贪婪是没有底线的。那些所谓的勇者，有哪一个是真正为了正义？他们不过是觊觎我的财宝，或者贪图你们这些公主的美貌罢了。把这些吃了。这是传说中能治愈一切的光明佳果，还有火风的秘境。照理来说，我也是传说中的公主殿下。吃吧，我的战利品可不能是一副病恹恹的模样，太晦气了。感觉好温暖。原来传说中残暴的恶龙
比那些满口仁义的王公贵荞要温柔得多。这才像点样子。霍格先生，我还需要带上我的一些藏书，那是……公主殿下，您在里面吗？大批卫兵正在搜查每个房间，您千万不要出声啊！让开！国王有令，立刻破门搜查。那头恶龙说不定把公主藏在王宫里了。霍格先生，快藏到那里去！他们人太多了，如果您被发现……藏？我霍格的字典里从来没有这个字。不是要带行李吗？这也太方便了吧！在那里抓住那个黑袍男！再见了，废物们！好晕，好快的速度！把手伸出来。人类的魔力回路真是脆弱的可怜。不过这个锚点倒是刚刚好。这是一个小工具，有2个作用。第一，这上面有我的逆鳞残片，带上它，无论你跑到天涯海角，我都能精准地感知到你的行踪。第二，它能扭曲你周围的光线和气息，隔绝探查。在别人眼里，你不再是渊威帝国的公主，只是一个有着蓝色头发的普通女孩。这是对你的保护。无名指，在人类的习俗里是有特殊含义的，为什么是这里？因为你的魔力回路在这里有一个天然锚点，放在这里效果最稳定，最不容易被外力破坏，仅此而已。我明白了，我已经准备好迎接新身份了，霍格先生。好，看来真正的乐子才刚开始。这种古老又腐朽的味道，看来这趟旅途不会太无聊了。人类的躯壳真是麻烦，又没吃饭。之前在王宫里吃不下。跟我来。欢迎2位，需要点什么？自己点，我有钱。要一份蔬菜汤，还有一份黑面包。只要这些，这点东西喂鸟都不够。加上你们这儿最好的炖鹿肉，2只烤鸡，再来一杯热牛奶，所有能饱腹的肉脯和奶酪，全给我包一份。好的，马上就来。霍格先生，您的钱也来之不易吧？战斗获取战利品不能太浪费。你说什么？我是说，您从勇者身上拿这些钱，肯定也伴随着危险。对我来说，获取这些金属片和从路边捡石头没区别。我的不易从来不是在这些俗物上。霍格先生，您不吃吗？我不需要通过进食这种低效方式获取能量，我的龙核提供的能量堪比天上的太阳。吃饭，那对我来说只是体验风俗的娱乐。那剩下的我可以打包吗？
路上可能会饿。随你。你抱着这些垃圾不累吗？是有点。您的戒指能不能……想都别想，我的空间里放的是财宝和古籍，不是给你装这些油腻的食物残渣的。用这个装，背着总比抱着强。霍格先生，我们接下来一定要去找其他公主吗？当然，我的收藏宁缺毋佳。您这样做和那些强行决定我婚姻的贵族有什么区别？我当时也不是特别愿意被您带走啊。哦，后悔了？那简单，我现在就把你打包，打上蝴蝶结，直接传送回白银城的婚礼现场，亲手塞到阿尔广子那个废物的怀里，怎么样？不要回去。所以老实点儿，准备出发。我打算直接传送去下一个王国。传送太远了，我会死的。而且您既然是出来体验世界，何必急于一时？我可以当您的向导，去附近最大的河湾城，那里能买到最顶级的旅行马车，还能顺便打听其他公主的情报。哼，带路吧，向导。霍格先生，情况不太好。怎么？去河湾城的人太多了。车夫说，去河湾城的马车只剩下最后一个座位了。我们要不等明天的班次？嘿嘿，小姑娘，何必等明天呢？看你们像是一对儿，要不你坐这位兄弟腿上挤一挤，我给你们算一个人半的钱，多划算啊！就是啊，坐大腿上多暖和。哥哥，我的大腿也空着呢，要不要来试试？你们无礼！我的东西也是你们这种垃圾能看的。这辆车我包了，让上面那些杂鱼全都给我滚下来。人类的交通工具简直是种刑罚。霍格先生，你别乱动，要是磕破了脸，我的战利品可就简直了。地图拿出来，说说看，下一个目标在哪儿？我们先去河湾城换马车，如果继续向北，穿过几个城镇，就能抵达临海的多尼亚王国。传闻多尼亚的王室拥有人鱼血统，那位公主的歌声拥有魔力，能让海浪平静，是大陆上最美丽的声音。歌声听起来像个不错的百灵鸟，那就定它了。霍格先生，经理是不是搞错房间了？怎么只有一张床？我看环境不错，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那我能不能去城里的公共澡堂洗漱一下？公共澡堂？我的战利品岂能去那种鱼龙混杂、满是下等人汗臭味的地方脱衣服？想都别想。可是赶了一天的路，真的很脏，在这里怎么洗啊？在这里怎么了？看着。水，火，
水温刚好，自己进去洗。如果你敢跑，火候失控了，我不介意尝尝主公主是什么味道。你能闭上眼睛吗？或者转过身去？这不合礼数。跟一头龙讲人类的礼数，真是无聊的繁文缛节。快洗，别磨蹭。这水好温暖，皮肤好滑。那是万年冰灌下的泉盐水，里面加了冰凤凰的尾羽，洗一次够你这种凡人皮肤发光1个月了。霍格先生，我洗好了。这女人连换洗衣服都没拿出来，难道打算裹着浴巾睡觉？给了你点权限，以后你可以直接凭借意念从我的储物空间里拿你自己的衣服和那些破书，不需要每次都向我开口。您把您的宝库权限给了我，谢谢您，霍格先生。别自作多情，我只是嫌你每次换衣服都要麻烦我而已。赶紧穿好衣服。霍格先生，我们遇到了大麻烦。怎么？去北境的路途遥远，我们需要一辆带有高级减震的4轮马车。可是那种顶级的马车至少需要100枚金元挺，可我们手头的钱连买个车轮都不够。为了这种人类制造的破铜烂铁发愁，亚努斯，你对我的财富简直一无所知。这是传说中的灭国金币，还有完美级的高阶魔法宝石。天哪，随便一枚这样的金币就足够买下整座河湾城最繁华的庄园了。您怎么会有这么多？垃圾而已。既然缺钱，这些就交给你处理了。霍格先生，这么多财宝绝对不能直接拿出去，会引起整个城市的暴乱。我可以伪装成家道中落的边境伯爵小姐，前往金雀花商行，我保证能把它们换成我们需要的通用货币。可以，交给你去办。霍格先生，您真的不睡床吗？我可以睡地板的。龙不需要睡眠，睡你的觉，明天一早去弄钱。真是阴魂不散。那股在和睦镇出现的奇异魔力，居然也跟到了这里。看来，有虫子急着找死。客官，想喝点什么？先提醒一句，
咱们这儿可是先付钱后上酒。哎呦，呵呵，尊贵的客人，快把咱们这儿最好的陈酿拿上来。声音不错，这破机器是什么东西？老爷好见识，这是多尼亚王国最新发明的留声机，上面放的是高品质的赛宁唱片。现在放的这首正是人鱼歌手海恩的潮汐絮语，整个大陆都卖疯了。人鱼？细说下多尼亚王室。我听说多尼亚王国有个公主继承了人鱼血统。多尼亚王室这一代的瑟薇亚公主，那是被公认继承了最纯净血统的殿下。可古怪的是，她从不开口唱歌。所有见过公主真容的人，回来后都讳莫如深。这可是多尼亚最大的秘密。有点意思，拥有最纯净人鱼血脉却从不唱歌的公主，这件新的藏品，我要定了。霍格先生，您看了多久了？有一段时间了，看你睡得流口水，挺有意思的。我才没有。醒了就赶紧起来，准备去换钱。霍格先生，这身还行吗？人靠衣装，至少现在看起来不像个逃难的了。走吧。布朗经理，请先过目这个。这是……小姐，您确定要出手？请贵行给出一个合理的价格。按照目前市价，我们愿意出价2500枚金渊请币。3000金院垒，才符合金雀花商行珍视瑰宝的声誉。2850如何？3000。如果实在为难，请等一下。好吧，3000金鱼尾，不过剩余部分开具支票，您看。霍格先生，办妥了。干得不错。不过，那个皇家拍卖行的出价，你怎么知道的？那个是我编的，我虚构了一个高价作为锚点，给布朗经理制造心理压力。我只是不想让您觉得我是一个毫无用处的花瓶，我害怕您觉得我没有价值。怕我抛弃你？听着，小公主，你是我亲自挑选的收藏品，我对收藏有着极高的标准，无用或乏味的东西，连进入我视野的资格都没有。既然我带你离开了那个无聊的婚礼，就说明你拥有让我驻足的价值。如果我认定你是个废物，你根本不会站在这里。把那些多余的担心收起来，现在运用你那个聪明的小脑袋去挑选一辆配得上我们旅途的马车。我明白了，霍克先生，请交给我吧。两位大人想看点什么车？我们这儿应有尽有。我们需要一辆适合长途旅行的马车，重点是坚固耐用，减震必须好。这辆底板和骨架都额外加固过，采用了独立的减震法阵，载物空间大，长途行驶会非常平稳。就定这条项目4轮车了。
四肢粗壮，肌肉线条流畅，步态稳健。长途旅行，稳定和耐力比一时的速度更重要。就这匹了。这个贤内助倒是比想象中顺手得多。修女嬷嬷，这配给的食物大家都能按时领到吗？没有被克扣吧？放心吧，自从王都定下了规矩，我们本地教会和城主都盯着呢，绝不让穷人饿肚子。这样啊。在用饭前，让我们感念赐予我们食物与安宁的人，感谢无主的光辉，更要感谢我们远在王都、心怀慈悲的亚努斯公主殿下，是她推动并完善了这救命的制度。愿女神永远保佑她。愿女神保佑亚努斯公主殿下。哎呀，要不要我也站起来，大声感谢一下你啊，伟大的雅努斯公主殿下！求您别说了，霍格先生，快走吧，求求您了。说起来，你倒是和我认知里的公主不太一样，会谈判，懂马车，而且真的在意那些平民的死活。因为我认为，我首先是冤委人民的公主，如果连我的人民都无法得到最基本的保护，那就是王族最大的失职。所以我不能只待在华丽的宫殿里，我的谈判技巧、治理思路都来源于人民，最终也必须服务于他们。奇怪的逻辑，不过你这小公主确实有点意思。终于舍得滚出来了，虫子。就凭你们这些肮脏的臭虫，也敢在巨龙面前亮出爪牙？人类的杀手一代不如一代，连给我热身的资格都没有。霍格先生，他们是冲着我来的吗？哼，不管冲谁来的，打扰我休息的代价就是连做肥料都不配。收拾东西，这破地方没法睡了，我们明早直接走。所以下一站是哪里？我的公主向导。按照地图和路程计算，如果顺利的话，今天傍晚前我们应该能抵达一个叫穗河镇的地方。穗河镇，这附近人类的取名品味真是贫乏到了极点。石溪村、河湾城，现在又来个穗河镇，除了水就是石头。因为这片区域被塞纳河的支流贯穿，很多城镇都是依靠着河流的运输和灌溉发展起来的。据说穗河镇附近有一段河道布满礁石，水流湍急，仿佛能将河流击碎，因此得名。这匹马你给它取名字没有？这是霍格先生出钱买的马，理应由您来取名。一个负责拉车的低等生物，也配让我耗费精神去想名字？别开玩笑了。那就叫它法拉吧。在我们冤位的古语里，法拉有旅途、征程的意思。
希望它能承载着我们平稳地走完这段路。听到了吗？以后你就叫法拉了，要好好带着我们去看更多的风景啊。随便你，别在半路上累死就行。说起来，你放进我空间里的那堆破书到底是什么？占据了那么大一块地方，全是些没有魔力波动的废纸。那些大部分是风土游记、地理志，还有一些民间的草药配方和手工艺记录。我觉得这些东西比宫廷里那些华丽却空洞的诗歌集要有用得多。了解山川地貌，才能更好地规划道路；知道各地的物产，才能制定合理的税收。治理国家，就凭这些破纸，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你们人类所谓的局谋和政策，不过是风一吹就散的沙堡。但对普通人来说，这些沙堡就是他们生存的全部依靠。霍格先生，已经正午了，法拉走了大半天，需要歇歇脚，饮些水。我们也该休息用饭了。你平时在王宫就吃这种垃圾？霍格先生，请还给我，不能浪费粮食。浪费？这东西连马都不吃。看到了吗？低等生物都嫌弃的东西，你作为我的战利品，居然想把它塞进嘴里，你是在侮辱我的品味。可是现在没得吃了，荒郊野外的，我们要饿肚子了。你会做饭吗？会一些基础的。行了。这是什么肉？上面居然还有雷电的魔力波动。极品雷兽魁牛的腿肉而已，勉强能入口。还需要什么调料和工具？说。盐、黑胡椒，如果有新鲜的香草，比如鱼蝶香最好。还需要一点黄油，这肉太瘦了。另外，必须要全套的耐火锅具和餐具，普通的铁锅根本承受不住这肉的魔力。知道了，站着别动。被巨龙的财力吓傻了吧？愚蠢的人类！发什么呆？东西都给你搬来了，难道还要伟大的巨龙亲自给你烤肉不成？动作快点，我饿了。请稍等，霍格先生，我马上准备。霍格先生，能借用一点您的火焰吗？普通的柴火温度不够。麻烦。我尽力了，在王宫时，大家总是恭维我，或许只有您能给出最真实的评价。火候勉强合格，香料放的稍微重了点。不过，如果去开店的话，应该能击垮这条路上90%的饭馆。你喜欢就好。
看看这本又是什么无聊的废纸。不要看！你发什么疯？什么东西这么见不得人？这是我的日记，是女孩子的私密记录，霍格先生绝对不可以看。日记，低级生物无聊的内心独白，谁稀罕看你那些伤春悲剧的废话？赶紧回去赶你的车。像只踩了尾巴的猫。霍格先生，我很少有时间这么自由，在王宫里，每一分钟都被礼仪、课程和永无止境的会议填满。所以，你该感谢我把你从那个无聊的牢笼里拐出来。是啊，虽然您带走我的方式特别了些，但真的非常感谢您，霍格先生。算你有点良心，别废话了，回旅馆。霍格先生，1000年之前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一坨巨大的垃圾。霍格先生，您不能总是用这种词。怎么？你以为远古时期是什么牛雅花香的童话世界，各个种族手拉手跳舞？那时候的世界只有杀戮，巨大的龙族在天空中撕裂苍穹。魔法的爆炸能轻易抹平连绵的山脉，弱小的种族只能在强者的夹缝中像虫子一样苟延残喘。我每天要考虑的，就是去把哪个赶超我龇牙的蠢货的领袖殆尽。没有规则，只有绝对的力量。那，在那样的世界，霍格先生，你会觉得孤单吗？孤单？那是你们这些生命短暂、脆弱不堪的低级生物才会有的无聊情绪。对于拥有无尽寿命和绝对力量的巨龙来说，这种情绪根本不存在。我盘踞在时间废墟上太久，久到所有生物见了我只会恐惧尖叫。可这个被我随手捞来的战利品，不仅不怕我，还会专门给我做饭，甚至担心我孤不独单。既然被我看上了，你这辈子都别想离开我的视线。我的小公主。霍格先生，按照现在的速度，再走2天就能到库肯霍满城了。现在正是花季，听说整座城市都会被郁金香淹没，非常漂亮。花？我对那种娇嫩脆弱、风一吹就散、太阳一晒就蔫的无用植物毫无兴趣，除了颜色扎眼，一无是处。可是书上画的花田真的很好看吗？如果您不想去，那我们就绕开。既然我都屈尊坐这破马车了，也不差多看2朵破花，顺路而已，随你的便。您知道吗，霍格先生，您虽然总是说话很不客气，但其实您很纵容我，这对我来说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自由。奉王命，全境搜寻亚努斯公主殿下，任何知情不报者，按叛国罪论处。你的头发很像公主，如果你就是殿下，请立刻随我们返回王都。阿尔王子正在等您完婚。我不知道你们在找谁，我现在只想决定自己马车前进的方向。大胆狂徒，竟敢毁坏王室通缉令！不管你是不是公主，都给我立刻拿下！哼，当着我的面抓我的战利品，你们活腻了吗？
既然做出了聪明的选择，那就走吧。带你去看那什么破郁金香，顺便去会会下一个猎物。今天可能要露营哦，霍格先生。无所谓，我不需要你们那种脆弱的睡眠，你自己找个顺眼的地方将就一晚。不用那么麻烦，霍格先生。我特意挑选了可以变形的款式，这样既不用担心地上的潮气，也比蜷在座位上舒服多了。还挺周全。不过，对一头龙来说，这块冰冷的石头和你的破木板没有任何区别。那个，霍格先生，您之前好像只让我买了调料和厨具，没买主食和肉类。麻烦，人类就是这种需要不断补充能量的低级容器。储物空间的权限再给你开放一部分，里面有些食材，你自己挑着做。这是什么？阿莫斯巨蜥的肉，他偷了我的猎物，我就顺手把它处理了。那这个呢？颠火山羊，纯粹是我路过时想杀着玩。哼，雷鸟的肉，别直接用你那没经过魔力淬炼的小手拿。你应该早点说的，霍格先生。我就是想看你被电一下。磨蹭什么？我的收藏里没有你们人类常吃的猪牛羊，只有这些，爱做不做。就这个吧，看起来最正常。霍格先生，请用，我只能做成这样了。花里胡哨。还行，能吃。好好吃。霍格先生，这肉味道真的很特别，究竟是什么动物的？独角兽的。哦，独角兽啊！独角兽，传说中圣洁无比，只会牵进纯洁少女的独角兽。没错，你刚才吃的是它的大腿肉，味道不错吧？哦，对了，顺便说一句，那是世界上最后一头独角兽，我几百年前路过森林，顺手宰的。最后一头，我吃了世界上最后一头独角兽，不然呢？别摆出那副蠢样子，不吃它也是死，放着也是烂。还是说，你觉得伟大的巨龙会在乎蝼蚁眼中的神圣？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众生皆为口粮。我居然真的吃了独角兽，还是最后一只。还没想通，我看你刚才吃的比谁都香，现在倒矫情起来了。那可是传说中的圣兽。哼，圣兽也是兽，再啰嗦我就把水加热，放点香料，今晚加餐煮一锅公主汤。
霍格先生，天上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您飞得那么高，一定看到过吧？天上很冷，很无聊，除了虚无，没有声音，也没有生命，而且我也不能飞出这片天空，强行突破的话会被撕碎，或者放置到真正的虚无里去。原来霍格先生也不是无所不能的。即使是我，也只能仰望星空。在这点上，我和你是一样的。至少从下面看，星星还是很美的。去，该睡觉了，雅努斯公主。霍格先生，您听到了吗？有狼群。所以呢，就算来1万头狼，靠近这里3丈之内都会变成烤狼肉。还是说，你忘了现在守在这里的是什么存在？我知道您很厉害，但是怕就是怕吗？聒噪。行了，瞧你这副怕得要死的样子，我去车里陪你，省得你明天没力气赶车。这垫子硬得跟石头一样，你可真能将就。出门在外，能将就就行了。将就？我可不想将就。喏，别明天起来嚷嚷腰酸背痛，耽误我的行程。谢谢您，霍格先生。晚安。霍格先生，您一直坐了1晚上。不然呢？我怕某个胆小鬼半夜被吓醒，哭哭啼啼的找不到人。那个，您能先出去一下吗？我要换衣服了。哦，昨晚不知道是谁怕得要死，硬是让我守了一夜。现在天亮了，用完就扔。你们人类管这个叫什么来着？始乱终弃。才不是，这是两码事。哼，出发吧，霍格先生，前面就是库肯霍芬尔城了。霍格先生，书上说的都是真的，这里简直像油画一样。几片破叶子有什么好看的？哈哈哈哈哈哈！本少爷出10个铜币，这些花环我全包了，送给酒馆的姑娘们刚好。停车！哪来的乡巴佬？哼，也敢抢我们看上的东西！那是失传的古神纪元金币，他竟然用它买个破花环！你是我的战利品，既然跟了我，想要什么就直说，用不着委屈自己去羡慕那些蝼蚁的破铜烂铁。知道了，谢谢你。这里的苹果派真的很好吃。哎呀，好可爱的小姐，你们是来度假的小情侣吧？咱们这儿的花田最适合年轻人谈情说爱了。不是的，我们不是那种关系。这位是霍格先生，我们是……
不用不好意思，我悄悄告诉你们，城外东边老磨坊那儿有一片秘密花田，叫彩虹坠地，颜色比市面上的梦幻100倍，日落时去看最美了。你男朋友对你这么好，一定要让他带你去。彩虹坠地，有点意思。那地方具体怎么走？霍格先生，今天谢谢你。谢什么？花环，还有，在餐厅里，您没有反驳老板娘的话。我只是懒得向那些蝼蚁解释罢了。霍格先生，您已经好几天没有合眼了，这里的床比马车舒服多了。您今晚真的不试试人类的睡眠吗？我是龙，不需要那种脆弱的休眠。可是，哪怕只是闭目养神也好，您总是这样守护着，我会很愧疚的。行了，真啰嗦，我躺下就是了。晚安，霍格先生。这种波动，纯净到极致的水系魔力，绝不是普通魔法师能散发出来的。藏得够深啊！终于露面了，我的新猎物。还是枯萎了。凡俗之物，如同生命一样脆弱短促，扔了吧，待会儿出去再买一个。可是，我还挺喜欢这个的。麻烦。霍格先生。这是时间之沙，科罗诺斯的财宝。时间之神的财宝。秩序的践踏者，你赢得了战斗，却背逆了因果。因果？那不过是弱者给自己套上的枷锁。你利用时间亵渎生命时，可没见你谈什么因果。你们神明一个比一个虚伪。你无流世之名，尼德霍格，我诅咒你！你那双只懂毁灭与掠夺的爪子，将永远得不到超越时间侵蚀力腐朽。你掠夺快点死吧！哪来这么多遗言？这世上，我就是永恒，永恒的毁灭。这下他再也不会粘了，在漫长岁月让他变质之前，多欣赏一会儿吧。谢谢您，霍格先生。
走，去集市转转，顺便抓一只迷路的小老鼠。小姐好眼光，我们家的手艺可是祖传的，不是我吹嘘，就连院尉王氏都买过呢。是吗？不知道是王室的哪位成员如此有眼光呢？是那位亚努斯公主吗？哎呦，那位公主殿下哪是我们这种小作坊能见到的？我倒是做梦都想让雅努斯公主亲眼看看我的手艺。可不是嘛，雅努斯公主可是我们渊卫的骄傲。听说她为了不拖累国家，连命都不要了。愿女神保佑公主殿下平安。她要是能来咱们库肯霍因城看花就好了。如果公主殿下真的能看到，她一定会夸奖你的。这上面的郁金香雕刻的充满了生命力。承您吉言，您可真是位善良的姑娘。还专门提一嘴自己，现在别人是真被王室认可了。能听到他们真实的声音，感觉很好。那些传言都是编的，还好是编的。不然我可就没有这段有趣的经历了，是吧，大恶龙先生？外面那些平民身上的酸臭味真是恶心死了，只有这瓶夜之魅才能掩盖那种低贱的味。这可是用精灵森林的沉香木提取的，10个金币一滴，那些穷鬼干一辈子也买不起。把垃圾当宝贝，还沾沾自喜，人类的品味果然退化到了极点。哪来的乡巴佬，竟敢侮辱我们？你知道我们是谁吗？护卫，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平民轰出去！你到底是什么怪物？滚！霍克先生，我们走吧。那股水系魔力离开城区了，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带你去个好地方。队长，这崖壁太陡了，根本没有落脚点，绳索也不够长啊。地下的花海可是绝佳的魔药材料产地，难道就这么放弃了？摔下去绝对粉身碎骨。你想下去吗？到那片彩虹里面去。路好像不太好走，从这里看看也很满足了。霍格先生，喂，你疯了！跳下去会死的。抱稳了。看，这不是下来了？他不是恶龙，女神真的回应了我的祈祷，只是派来的是一位迷路的笨拙的恶龙王子。谢谢你，我的恶龙王子。亚努斯，我在，霍格格先生。这是什么？人鱼鳞片，而且带着多尼亚王室特有的血脉禁锢气息。看来我们的下一站
猎物已经准备好迎接真龙的降临了。区区人类的血脉禁锢，也敢在真龙面前卖弄。谢谢你，我的恶龙王子。所以在霍格先生眼里，我究竟是什么？起初是一件还算入眼的战利品，后来是个随时会引来王室追兵的麻烦精，再后来是个总在担心前代安别的傻瓜，非要给金币抬价的奸商，以及把独角兽肉炖出独特风味的小厨娘。现在，你是科罗诺斯诅咒里唯一的漏洞，是让时间见鬼去的全部理由。你为什么要？既然你向女神要过童话，不如把永远典当给恶龙。这个答案满意吗，我的公主殿下？比起童话里遥不可及的白马公子，我更喜欢霍格先生。我居然真的爱上了一头恶龙。有没有可能，现在后悔已经晚了？霍格先生，这个血气到底是什么？就是你死我亡的合同。龙族血气绑定了就是永恒，除非我陨落，或者你灵魂湮灭，
否则没有任何解除的可能。而这两件事，在我的字典里，都是不可能发生的。那它为什么会一直发光？这样好显眼。发光，因为你是我唯一绑过的契约者，我也没多少经验。不过据我观察，他似乎对你的情绪变动极其敏感，比如现在。你胡说！是不是胡说你心里清楚，看来以后你想瞒我点什么，得先想办法让它别这么亮晶晶才行。我哪有想瞒你？而且我早就嫁不出去了。就在你强行给我戴上这枚戒指的那天起，在人类帝国，无名指上的戒指意味着已经订婚。带着它，在所有人眼里，我早就是……哼，人类的规矩真是莫名其妙。我把它戴在那儿，纯粹是因为那个位置的魔力节点最适合隐藏气息。怎么，一个戴戒指的位置就能决定你的归属？那我下次要是给其他国家的公主戴在脚趾上，她们也是我的人了？脚趾上，那也太奇怪了。说起来，亚努斯，解决我尼亚的王室禁制后，我还要去北境找那位人鱼公主，你就没有什么意见？意见？我能有什么意见？强大的雄性拥有多名配偶，这不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吗？在王室中，为了血脉和权力，多妻多妇也从不罕见。您想找多少位公主，是您作为绝世强者的自由和能力，我无权干涉，也不会嫉妒。我只要确定一件事，无论未来您身边有多少人，我雅努斯必须永远是您的第一位公主。如你所愿，我永恒营的第一收藏。霍格先生，您之前说血气会固化我的生命形态，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再也长不高了？而且我的身材也永远只能是现在这样了？怎么，堂堂帝国第一王女还在意这种无聊的皮囊问题？听着，小公主，在远古龙族的眼中，你们所谓的美貌根本不值一提，没有坚硬如铁的鳞甲，没有能撕裂苍穹的巨翼，脆弱的连我一个喷嚏都扛不住。光凭一副皮囊，再好看的人类，在我眼里也不过是件随时可以丢弃的劣质玩具。但你不一样，是你这颗即使深陷绝望依然不屈的灵魂，让你变得有趣；是你的坚韧与聪慧，让你有资格站在我身边，陪我对抗这无尽的永恒。我要的是一个能与我共享世界的伴侣，不是一个用来欣赏的摆件，懂了吗？我懂了。霍格先生，今晚我们可以一起睡吗？不是有2张床，怎么，嫌那张不够舒服？可是我们都已经结下契约了，在人类的习俗里，伴侣就应该再在一起。
还不快过来，明天还要赶路。晚安，我的恶龙先生。晚安，我的小公主。北境多尼亚人鱼公主，准备好迎接真龙的降临了吗？霍格先生，雨太大了，法拉快走不动了。左转，前面有一处山洞。把湿衣服脱了，想冻死在这儿吗？反正也没什么好看的。又在胡思乱想什么？进去泡着。霍格先生，你不洗吗？怎么？我的公主殿下想邀请我洗鸳鸯浴？谁要洗鸳鸯浴？而且你怎么会知道这种词？这不是龙族该有的词汇。哦，这个从你那些宝贝藏书里随便翻到的。在温热浴堂中共同沐浴，俗称鸳鸯浴，是增进亲密感的绝佳方式。别念了，那是侍女乱塞的，我根本没看过。这只炸毛的小猫，还真是怎么逗都不腻。洗完了就赶紧出来，水都快被你烧开了。现在知道主动投怀送抱了，只是觉得有点冷。霍格，我的身材真的对你一点吸引力都没有吗？听着，如果你是一头母龙，确实不够可爱，但你已经足够可爱了。我不信。现在懂了吗？你是我的战利品，除了我，没人有资格评价。滚一边去，蠢马！那我的早安吻呢？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慌什么？还是说我的小公主终于意识到，巨龙也是有七情六欲的雄性了？天哪，法拉怎么变成这样了？霍格先生，你刚才给他喂了什么？一颗神圣夹果而已，看他拉车太慢，给他补充点体力。
那可是传说中世界数10年才结一次的圣物，连各国王室都奉为无价之宝。你拿它喂马？哼，什么无价之宝？不过是以前路过精灵聚落时，这群长耳朵非要塞给我的劳务报酬罢了。而且你自己不也偷偷当零食吃了不少？吃自己伴侣的东西，少大惊小怪的。那是你默许的，而且我哪有当零食？少废话，收拾东西，上路。把传说中的圣物当马饲料，它到底还藏着多少足以颠覆人类认知的财富和力量？霍格先生，按照这个速度，我们傍晚前就能抵达豪夫镇附近的格里城。我们可以先在那儿补给一些物资。随你，只要别耽误我找下一件战利品的时间。停下，停下，例行检查。我们只是路过的旅行者，准备进城住宿补给。路过的，最近城里严打走私，我看你们这马车来历不明，想进城可以缴纳特别入城税。入城税？渊影帝国律法规定，普通商旅入城只需缴纳3个铜币，你们要收多少？50个金币，少1个子儿，你们今天就别想进去，连人带车都得扣下。50个金币。你看什么看？交不起钱就滚！嫌少是吧？我给你加点儿。拿上钱，滚开！再挡路，下一次砸过来的就不是金币了。一份最普通的豪夫镇熏肉拼餐，竟然要5个银币，劣质黑面包也要2个银币，这价格比王都还要离谱10倍。小姐，你有所不知，前方豪夫镇新上任了一位镇长，据说是皇室的远亲。他一上任就横征暴敛，巧立名目加收什么呼吸税、马车轮轴税，我们进货成本翻了无数倍。这还不算，原来那位深受百姓爱戴的老镇长，因为抗议，直接被他安了个罪名，关进死牢了。现在豪夫镇周边的百姓真的是活不下去了。打着愿为王室的旗号，鱼肉百姓，简直罪不可胜。父王重病，阿尔王子作乱，现在连边境的鼠辈都敢败坏王室的名声，我绝不能坐视不管。霍格先生，想清理门户，明天我陪你去，碾死这只不知死活的虫子。巨龙的伴侣不需要为几只小鼠的贪婪忧心忡忡。可是那是我的子民，我不能。明天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现在闭上眼睛，睡觉。大人饶命啊！这是我们最后的一点口粮了。新镇长有令，这片土地上的一草一木都是他的，不交税就拿命抵。停着！新镇征用此车抵缴路桥费，车上的人立刻滚下来。哟，好标致的妞，连这女人一并抓走，献给镇长大人，兄弟们重重有赏。谁给你们的胆子，敢拦我的车？你到底？
走吧，去看看那个让你连觉都睡不好的地方，到底烂成了什么样。好，我们进阵。我亲爱的子民们，为了我们豪福镇的繁荣与发展，我作为你们新任的镇长及皇室的唯一代表，决定从今日起颁布几项新的税法。还要加税，这日子没法过了。首先，进城门要收5银远位，出城门同样收5银远位，这叫路桥建设税。镇长大人，那我们如果不出城门呢？不出城门，那也要收居住环境维护税，每人每月10银冤请。这都是为了我们豪福镇的整体形象，交不起的就拿田地和房屋抵押。他竟然敢用我的名义把他们逼上绝路！人类的贪婪总是没有下限。不过，既然你觉得碍眼，不，霍格，这是冤卫帝国的毒瘤，必须由冤卫的律法来切除。我要亲手扒下他虚伪的皮！如你所愿，我的小公主，去吧，让这些蝼蚁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王室。请问镇长先生，这些所谓的税法是否经过了王室的正式审议与批准？哪里来的无知村姑？本镇长就是皇室的代表，我的话就是皇室的律法，念在你不懂规矩，马上滚出去，否则连你一起抓。根据冤伪帝国赋税通例第7条，任何地方官员未经内阁与王族联合签署法令，私自加征税收，皆视为叛国。你囚禁前任官员，横征暴敛，这是在践踏帝国的根基！放肆！竟然敢诽谤王室官员！来人，把这个扰乱秩序的不法之徒给我拿下，就地正法！我看谁敢动我！我，冤伪帝国第1王女雅努斯尼德霍克在此。公主殿下，真的是公主殿下！公主殿下，真的是公主殿下！不可能，他不是被恶龙抓走了吗？如果让他活着回去，我绝对会被送上火刑台。假的，他是报仇王族的骗子！给我杀了他！杀了这个女巫！在我面前动他，谁给你们的勇气？
没有人可以伤害他，哪怕是神也不行。诸位子民，这位是将我从危险中救出的多拉宫王子。我们此次秘密出行，正是为了整顿帝国边境的腐败。我的公主殿下，不知我是否有这个名分，邀您共舞一曲。我的荣幸，霍格先生。我今天太冲动了，他会不会觉得我失去了一个收藏品该有的乖巧？霍格先生，我帮你放洗澡水吧。书上说，服侍伴侣沐浴可以让他开心。你以为你在讨好我？我怕你生气，怕你不要我了。如果你只是我架子上的收藏品，我会非常生气。但作为真龙的爱人，这点惩恶扬典的小任性，我准了。可是，我只是一个脆弱的女孩，我不会魔法，没有漫长的寿命，我真的配得上如此伟大的你吗？亚努斯，我不怕，我希望你爱我，毫无保留的爱我。如你所愿，我的公主。好好睡吧，我的小公主。休整结束，也该去会会那个被囚禁在深海里的小哑巴了。哼，多尼亚的王室准备好迎接真龙的降临了吗？醒了，感觉怎么样？还好，就是好饿。
霍格先生，我们那样之后会不会怀上宝宝？你现在怀不上，你那纯粹的人类身体，想要孕育高贵龙族血脉的后代，还差得远。起码得持续用这些神明珍馐滋养好几年。你这么个小身板，真想现在就挺个大肚子？也不是不行。好了，别想那些有的没的，我出去一下，买点调料。只要他一走，我们总有办法运作出去。到那个时候，所有看我们笑话的人都要付出代价。恐怕你们没有那个机会了。尼德霍根，传说中的灭世黑龙，你这个怪物！霍格先生，买到调料了吗？买到了，踩死了几只蟑螂，浪费了点时间。多拉宫皇子，公主殿下，请务必赏光今晚的送别晚宴。公主殿下，真舍不得您。多亏了多拉根王子殿下，有这么英俊强大的人保护您，我们可就放心了。殿下，这位王子跟您真是绝配，祝你们早生贵子啊！我会认真考虑的，毕竟我也很喜欢他。王子殿下，您是不是会很多很厉害的魔法呀？会是会一点。那您能给我们放魔法烟花看看吗？镇上的烟花好贵好贵，我们都放不起，好想看真正的魔法烟花。无论是用龙岩还是魔力去模拟那种华而不实的光影，太掉价了，简直是蝼蚁才有的幼稚要求。霍格先生，就答应他们吧，你看他们多期待呀！而且，说不定我们以后的孩子们也会很喜欢看烟花呢。麻烦。看好了。
这是神迹啊！霍格先生，那位尊贵的镇长大人，还有他那些心腹，可不会那么凑巧，偏偏在那种时候畏罪自杀。你动手的时候，干净吗？当然，我出手从来都很干净。好，怎么，不怪我？按照你们人类虚伪的律法和道德，这可是残忍的滥杀。不怪，他们贪赃枉法，欺压民众，甚至对我亮出了武器。留着他们，只会让更多无辜的人受苦。我知道霍格先生有自己的准则，你是在保护我的同时清除了隐患，我分得清是非。很好，不再是温府里的蠢货，我的公主终于开始理解并接纳这个世界真正的生存法则了。霍格先生，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告诉我，好不好？小公主，随便打听自己爱人的底细可不明智。我就是想知道关于你的一切，求求你了。世界树，你听说过吗？在可能通往死者之国的世界树根旁，我依靠啃食树根为生，汲取着这个世界的怨憎与痛苦，直到有一天，维系一切的根部断了。我看到了那些自诩高贵的神明，他们虚伪、贪婪，身上的污秽比沼泽更令人沃合，所以我选择了杀掉他们。那些神太弱了，一个接一个倒在我的爪子下。我拿走了他们珍重的一切财宝，我就是诸神黄昏的制造者，弑神榜第一。那所有的神明都死了吗？光明女神伊露丝呢？光明女神，那是个伪神，我翻遍记忆都没这号人物。你们人类编出来的可笑信仰罢了。别向虚无祈祷，能满足你一切的真神就在你面前。休整结束，北京多尼亚，小哑巴人鱼，我来了。今天开心吗？
那就好，夜深了，我们回王宫。当然可以，我陪你。该回去了，斯维亚。外面现在不太平，刚接到的情报，隔壁渊翼帝国的雅努斯公主在婚礼上。原因不明，但局势可能会因此彻底失控。走吧，先回王宫加强防御。霍格先生，吃饭啦！听见没？吃饭了！你这蠢马，还惦记着那点破树叶！嘿，你还敢跟我耍脾气？我看你是吃那神圣浆果吃上瘾了。我自己都没你这么大瘾头。霍格先生，为什么你可以把胶果当零嘴，法拉吃几颗就不行呢？法拉也是我们的家人呀。这能一样吗？你问问他，一天是不是恨不得拿胶果当饭吃？而且，你是我老婆，她就是个贪吃的宠物，这待遇能一样吗？我将就你，你就将就他是吧？没想到传说中毁灭诸神的恶龙先生也会因为一匹马吃醋生气呢。我那是……好了，我的恶龙，别生气了，乖乖吃饭。算了，本座不跟一匹马计较。我们现在到哪里了？应该要到多福港了。按这个速度，再过一会儿就能看见海岸线了。我也好久没看过大海了。上一次去海边，还是为了收拾斯库拉那个蠢货。斯库拉，是那个在神话里盘踞海峡、长着6个头、12只脚的恐怖海枭吗？没错，就是那个吵死人的章鱼怪。大海，哼，不过是本座当年煮海鲜的汤锅罢了。煮海鲜的汤锅？霍格先生，你刚才说你把斯库拉怎么了？神话里他可是不可战胜的灾厄。神话都是人类编出来掩饰自己弱小的废话，真实的斯库拉恶心透顶，触手上全是发光的毒囊，叫声比1000只垂死的海鸥还刺耳。那天本座正要飞越海峡，那蠢货突然从海里窜出来，用黏糊糊的触手缠住我的尾巴，居然敢向我收过路费。他居然敢拦你的路！他以为躲在深海里就安全了，本座直接圈定了一片区域，俯冲进去，把整片海域彻底煮干。他跑都跑不掉，6个脑袋被我硬生生撕下来5个，剩下那个我留着烤了当零食。
可惜味道有点咸。所以，多福港的海鲜现在闻名整个大陆，难道是因为？没错，是本座大发慈悲，改善了那片海域的生态环境。要不是我把那章鱼怪的老巢一锅端了，你们人类现在的商船还得给他交买路钱呢。那这次我们总不用再煮海了吧？看心情。要是这里的海鲜不够新鲜，我不介意再改善一次生态。那些破塔是干什么用的？防海鸟吗？那是海岸瞭望塔，专门用来警戒海里爬上岸的魔物。这几年，海里的魔物活动异常频繁，经常袭击沿海村庄。多尼亚的首都珍珠湾情况最严重。不过，多尼亚的德尔欧王子非常骁勇善战，他率领舰队多次击退魔物，在沿海一带声望极高。多福港也经常靠他协防呢。哦，听起来你对那位王子印象很不错，是不是很欣赏那种骁勇善战的类型？好了，霍格先生，那位备受赞誉的王子殿下早就已经有婚约在身了。某条龙的醋坛子可以扶正了吗？哼，谁吃醋了？再骁勇善战，能有本座一根手指头厉害？哼，走吧，先去见见那个小哑巴人鱼。